OK，好的，开始。然后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下一个 Pingo 的一个自建相册系统，大概就是这样。然后你可以打造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个相册展示的一个系统。然后这个是官网界的一个 demo，然后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后台界面。然后的话，它是一个免费开源的一个 Web 的照片库。然后这个是我在嗯维基百科上抄的。然后这个是一个 Pingo 的一个官网，然后就是这里，这是它的一个官网。然后的话，他们有一个 GitHub 的一个地址，因为它是开源的嘛，就也放在了 GitHub 上。然后它的 Docker 的话，Docker 大件的话，它是有一个这个我感觉这个应该可能是个第三方的一个制作的吧，因为它前面不是 Pingo 的一个东西，它是一个相当于好像是另一个第三方 Linux Server 的 I/O 这个东西，这个机构来做的吧。然后我们使用的就是说它的一个 Docker，因为我看它官网的这边的介绍的话，它官网那边是不是用 Docker 的？但是它好像是有第三方的 Docker 的一个安装。然后它官网的话是给了两种方式，一种就是我们说的一种自托管，就是我们自己放在我们自己服务器上。然后第二种的话就是说这种云托管，就是由他们官方提供的托管服务。然后这个是一个价格，然后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官网上了解一下。然后这个是他们官网给的几个 demo，然后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我们先都打开，然后我们挨着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是它的第一个 demo，然后相当于这就是你的一个图片，然后它有分类啊，animal、flower 啊、food 啊这些，它就有一个分类。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它相当于是有一个这个图这样子滑动的一个。然后第三个的话，它是先把这个词放在上面，然后反正这些应该是你都可以自定义的，应该是有一个主题。然后我个人的话比较喜欢这个 demo 4的一个样式，因为我很喜欢这种感觉。我们就开始这个项目的一个搭建。然后首先准备工作的话，还是需要有一台 VPS，然后装好 Docker Compose 反带软件。然后当然，如果你家里有 NAS，然后也可以装在 NAS 上，因为 NAS 也有 Docker，然后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你家用的一个照片管理的一个工具。然后第二个的话是域名，域名的话就是说，如果你想在公网上进行访问的话，还是说有一个域名会比较好，然后做好域名解析。然后我们视频的话，我后两步就不介绍，因为之前已经给大家讲过很多了，然后我们就直接这样装，然后教大家用一下就可以了。然后搭建开始，我首先创建我们的安装目录，然后我们在 Docker Data 上面创建我们的一个目录，然后我们进到这个目录里面来。然后的话，创建我们的 Docker Compose 文件。这个文件的话，我是参考的一个官方的这里，官方的这个 Docker Compose 这个文件，就这里，它的官方的这个 Linux Server 的这个 Docker 的这边有一个 Docker Compose 这个文件。然后我自己的话是修改了一下的，因为后面发现这个项目我跑的时候发现这个项目需要买这个数据库。然后我们官方你看这里它提供了它只有一个 Pingo 的一个服务，它没有一个 MyCircle 的一个服务。所以我利用 GPT，然后我自己对官方的这个Docker Compose 进行了修改。然后我下面就是加上了我们的一个 DB 一个数据库的一个实物，然后增加了这个内容，然后做出来的这个页面文件。然后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吧。然后 port 这个地方，然后它官方这里是80，然后这里是80。然后的话80的话可能有些就是说他们服务器80端口被占了，你前面改成你没有被占的端口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两个就是我没动它。然后时区的这里的话，它官方提供的是这个。然后的话我建议改成在中国使用的话建议改成中国上海，就是用 Asia 上海这个东西。然后 Venoms 的话就是它的一个存放的一个
路径，然后路径的话，我建议就放这个安装目录下面，就放在这个，然后 DB 也是，DB 用的是 MySQL，然后指定的是5.7的一个版本，然后的话，这个是 root 的密码，然后这个是数据库，这个数据库用户名，就是说使用这个数据库的用户，我们使用 Pingo，然后这个是数据库密码，这个密码的话建议大家都随机生成一下，然后把它贴上去，然后这个存放 MySQL 的一个数据，然后你前面可以指定，然后后面的话就不要动它，包括这里也是后面就不要动它，后面的话就参考官方的这里就不要动它，你前面可以进行修改一下。这个就是大概的一个意思。然后的话，我们现在就把这个传上去，然后我们使用的是 FTP，我们将这个 Docker 文件传上去，在这里，然后我们不是翻过来，对，好，我们看一下呢，ls 看一下，我们 cat 看一下，OK3，然后好的，没有问题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启动这个项目，然后我们进到这个目录，然后我们直接 docker compose update d。OK 好，由于我之前已经是启动就是说启动我已经把进箱拉锯下来了。如果你们第一次操作的话，你可能这个 docker compose 干 D 这一步首先执行的是先把进箱拉锯下来。那我们现在就已经跑成功了。跑成功的话呢，我把之前的这个 demo 关掉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我这个服务器是142，我们刚刚端口是8080，然后我们进到这个，然后我们就开始这个一个安装的一个设置。这个项目的安装，然后我这里有写它填什么信息，然后我这里给大家讲一下吧。这里的话填 MyCircle 的一个容器的一个名字，我们 Docker PS 看一下我们的名字，然后它是一个 MyCircle 的一个 Pingo，我们粘上来。然后我们用户的话，我们刚刚这个在这个 Docker 文件里面指定了是这个 Pingo。然后我们密码的话，我们最强烈的这个用户的一个密码，密码的话我们这里有写，是这个下面的这个，那我们复制一下，然后数据库名称就是这个，我们这里指定了，这个，然后后面就是我们管理员，这个我们自行设定就可以了，比如说我就用这个名字，然后我密码我就简单一点，我们就给大家做个演示。然后邮箱地址的话，大家想写就想，就是如果建议的话，如果你真正的使用的话，建议你写个可以联系的一个邮箱。那我们下面把它关掉，那我们就开始安装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安装成功了。那我们进去，好，哦，这个就是 OK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进这个管理，然后它下面，你下面的话就可以默认选择。我现在选的是繁体，它应该是有那个在，这个是主题，这个是语言。语言这里的话，你是可以选，应该是有简体中文的。然后如果你想用中文的话，简体中文你可以在那里选择一下。然后这就相当于是安装成功了。然后我们可以设定主题，然后主题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官方的一个 demo，他们是有一个主题，主题的话在这里设定，在这里点一个主题，主题的话它默认的话是这几个主题，然后我们增加新的主题，我们直接点这边，拉到最下。我们官方使用的是这个，我们直接点安装就可以了。OK，好，我们安装成功，我们点清单这里，我们启用这个主题，然后我们把这个主题设为默认的，设为预设的，然后它现在就是这个主题了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，然后就跟我们刚刚的不一样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关于怎么图片的话是这里，
然后我们可以新增一个相簿，比如说我这个相簿就叫测试。测试的话呢，我现在增加照片，上传照片。上传照片它有几种方式，第一个就是你直接网页上传，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你通过其他 app 上传，比如说拼购有提供一些 app 啊，比如说 iOS 啊、安卓的，这是他们的官方的一个东西，然后你上面可以连接，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把手机上的照片传上去。然后包括它还有提供几个，还有一个这个，就这个 FTP 的话，它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在电脑上创一个目录，然后的话，然后你把这个目录放到 Pingo 安装的一个目录，就相当于是官方登记游戏，他们的一个他们的一个 Gallery 的这个目录，它就是存放这个照片的一个地方，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放上去。你就可以把它放上去，然后传线，然后你就可以读取了。我建议大家的话，就直接使用网页传上去就可以了。我们现在试一下，比如说我现在就传我这个里面，我们找到苹果，然后这个就全是 image 图片，然后我们就全部上传，然后开始上传，然后就上传上去。我们稍微等一下，OK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就上传完成了。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相册管理。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可以在这里点击，然后我们就浏览。这就是我们刚上传的一个图片，就在这里，就是我的一个测试的一个相册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返回到我们相片这里，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批量管理。然后等一下，我记得反正是可以进行一个管理的，然后你这里就可以进行测试。然后的话，你像是这里有一个属性，比如说你现在这里是公共相册，然后它有一个私有相册。那我们现在把这个车辆相册我们变成一个私有相册，那我们再看一下是什么情况。我们现在点击浏览，那这里就完全看不到了，那就是相当于是你这个照片，你就只能在这个后台去查看。那我们现在返回来，就只能在后台进行一个查看。我们现在可以再增加新建一个相册。我们到测试，好，我们现在新建一个相册，它叫测试3。我们上传几个照片，然后我就随便选一下，选一个、这2个、这3个，我们上传。上传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对这个3张照片进行一个管理。这个管理的话，它就可以相当于是这里选的所有，那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批量管理。比如说，我们可以批量管理啊，我们设定作者呀、标题啊这些。然后当然单一模式就是说，我对每个照片然后进行单独的一个设定，这个就是这个意思。然后的话，我看一下，对，这个就是大概的一个。然后相册的话，我们这里可以有一个权限的一个设定管理，然后可以可以有一个
权限，我们这里我们就有一个权限。这样的话，你可以就是说任何访客都可以看到，或者说你可以设定为访客必须登录才可以看到这个相册，你就可以进行一个权限的一个设定，就方便于说，比如你存的这个照片啊，就说只能家人看到呀这些。你包括有一个群组管理就可以设定一些人啊才可以看到这些，反正这个功能还是挺丰富的。然后，这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，包括后面还有同步文件啊这些，包括它里面自带的插件还是比较多的。你如果有需要的话，你都可以去进行看看，因为我看了一下它里面这些内容还其实挺丰富的。然后关于反向代理的话，你到你嗯，然后你可以参考我前面写的博客，上面有讲怎么做这个反向代理。然后这个就是大概的一个相册系统的一个内容。然后的话，这个是我体验的一个第一个自建相册的一个系统。我个人感觉的话，就是我感觉，它基本上基本的功能还是有的。然后的话，但是怎么说呢？但是我感觉它很多都需要你自己去，设定调试呀这些。然后对于感觉上手的话还是比较容易，但是很多都需要你自己去上手了解。而且而且你刚开始，你是用它的默认的话，你会觉得你就确实觉得有挺丑的，然后不像它官网这里 demo 的这里那么漂亮，然后很多都需要你自己去调整啊这些。反正我个人更希望它刚开始的话就给我一个比较，可能是我感觉它的 UI 可能会比较偏老式一点吧，比较偏老一点。然后我希望的话就是说，它之后的话都可以让它的 UI 更加精美一点。然后这个是我大概的一个想法。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的话，可以去尝试了解一下这个系统。然后它也有嗯安卓端还有苹果手机端的一些 app，官方的一个 app，然后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。这个是我大概想讲的一些地方，然后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请为我点赞、投币、收藏吧，谢谢大家。